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叶子黄，因为正好有一棵蝴蝶兰的叶子黄了，而且掉了。就是这片叶子，这片叶子从它所在的位置看，它不是最老的一片叶子。其实还有另外2片叶子要比它年长，所以它算是夭折吧。不过呢，我倒觉得它这么掉下来是件好事儿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它的这片叶子吧，之前就有一块是黑的，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个叶片坏了一块，挺有碍观瞻的。我拍它的时候还尽量躲着那个不好看的叶片，但因为这个品种吧，它的叶子很少，一共就4片叶子。虽然那个叶片不太好，我也不太舍得把叶片剪掉，但它居然主动放弃了，我其实还挺开心的。如果是被我剪掉，那叶片里的养分就只能浪费了。它主动干黄掉呢，它自己会回收有用的一些物质。所以呢，如果遇到蝴蝶兰的某个叶片慢慢的干黄掉了，其实这是件好事儿。通常叶片干黄掉呢，可能是因为寿命到了，这个叶片需要老去了，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病症，比方说我这一片，它之前黑掉的那块肯定是有些毛病嘛，有可能有什么病菌之类的。他也曾经很努力过，把黑的那块局限在那个局部，但可能后来他发现这个有点得不偿失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，他觉得这片叶子留在这儿不划算，不如把叶片里的养分回收，然后让叶片掉落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把叶片想象成工厂或者说流水线，它们就主要负责吸收光来制造养分。如果叶片受伤、生病，或者说很老了，那它的生产能力可能就变弱了。继续留着它呢，有可能是弊大于利，不划算了。所以兰珠就决定说，好了，把你还没有用完的原材料以及已经制造好的产品通通收回来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于是这个叶片就被主动脱落了。所以这种脱落的叶片呢，通常都会比较干、比较薄。如果某个叶片呢也是变黄了，但是看起来还比较厚，甚至是水灵灵的，这就说明呢它生病了，而且病情这个兰珠自己控制不了，还没等回收利用有用的物质，那个叶片就已经脱落了。甚至像之前视频里的这个叶子都没有完全变黄就掉下来了，像这一类的呢，病的就有点严重了，我们得做点什么了。通常来说呢，先要给它一个特别通风的环境，之后停肥少水，赶紧去买杀菌药给它用上，还是比较有可能救回来的。好了，关于蝴蝶兰叶片发黄呢，常见的也就是这样，其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，比方说晒伤啊、冻伤啊之类的。既然明确知道是晒伤和冻伤，把光度和温度调整到合理的范围之内，那这些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。已经发生的伤害呢，那也没办法，比方说晒伤的部位也就只能伤着了。之后被晒伤的叶片呢，它会自行决定，慢慢的就脱落了。如果是冻伤严重的叶片也是会脱落，不严重也许能恢复，这个要看冻伤的程度。不过既然称之为冻伤，就是因为冻已经伤了，大概率是会脱落吧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很简单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